开了，有声音吗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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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了。安安今天有开播，有啊。昨天想说那个丢一个投票嘛，就是要不要开直播的投票。反正今天放假，说加班一下，加班台。看不懂主播传授的撇步啊，那个要多看几次才会懂。这些东西跟股市一样，对不对？那个 K 线打开啊，看不懂，但是其实大道至简啊。今天小看一下，9点半美股开盘盯一下，然后今天再滑脆啊，然后发现一个小工具，可以跟各位分享一下。发现小工具可以跟各位分享一下。声音正常吗？声音正常吗？这样看应该声音是正常的吧？给大家看一下，这个在脆上发掘到的，在脆上挖掘到的，还不错。这个是大概可以预估明天的台指在哪里。看那个网友写的，蛮厉害的，用一个 AI 小工具写出来的。它其实算法是用这个副台子，你看还是在动，用副台子去那个算那个权重啊，算进来的台子期预估点数，还不错用。所以大家现在清明很怕明天开绿盘的，现在可以先稍微放松一下。毕竟还没打，对不对？打了，明天再说。但那个出处还是跟各位讲一下，这里有个追踪我看一下我看的脆跟大家看的脆可能都不一样哈。这里这个 Future Stocks Future 底线 Stock 499，应该是这个人开发的。可以看一下，他2月23又有改版哦，蛮认真的。直播正常吧？直播正常啊，都没人理我。今天喝的也是可乐，今天喝的是可乐加冰块。明天开在这个33206哦，现在目前的状况，看一下33206，3206感觉会有出去有出去33206，在这里，哎呦，这样好像有跳出去哦，观察一下。声音是正常的吗？还是现在大家听不到声音？我要自己听一下，直播应该是正常的吧？声音正常吗？声音正常吗？听起来应该是正常的，应该正常的。明天开的点数在这里，稍微等一下，等9点再讲今天要讲的。今天也没什么好讲的，就带大家看几个新闻。大家收假了吗？收假了吗？扫墓的应该也扫完了，明天又是痛苦面具要戴4天了。今天有上一片，大家知道吗？今天也有上一部，那个市长回顾跟投资账户记录，想说很久没记录了，记录一下。之后这个可能2周拍一个吧，不然一直拍太硬了。然后每周5会上片这个投资账户记录就佛系更，看能不能一个月上2支这样。
哎，到底是有人还是没有人？有人打+1，正常+1。但看是有人啊，很多人呢、14个哎、14个哎、来，今天都是新观众，今天都是新观众，都比较少讲话。哎，有周人，感谢你，周仁安，应该新观众，新观众，感谢。有人要问股票吗？今天就闲聊啊，今天没什么特定的主题，闲聊到9点半，看一下美股开盘，然后看一下明天台子期会不会影响到。然后今天下午我去跑步啊，今天回宜兰了嘛，今天下午刚好去跑步，就差一点，今天差一点跑到国五上面了，就是他那个导航，我现在从礁溪要跑到头城吧，不知道那个怎么导的，我就导那个什么那个 Google，然后导航那个行人走路的嘛，啊跑一跑，差点跑到国五上面，然后是那个什么有一个在上面有一个什么那种大车子，可能在收那种什么三角锥的那个说，哎，这里不能跑上来，我说我导航说可以上来啊，然后是那原本要说，我载你下去好，不然等下被警察看到什么什么什么的。你跑步是跑到国五上面了，哎，结果今天的国五跟昨天的差很多哎，我看能不能找一下昨天的影片给大家看一下。大家连假有人来宜兰吗？给大家看一下昨天那个影片，真的是吓死，真的吓死。昨天的话，给大家看一下，看影片看起来有点卡。反正昨天那个是塞一整条的、啊，昨天那个是塞一整条的，你要修。我的直播通知到底是有发出去了没有？有人是有收到我直播通知的吗？哎，今天聊天室坏掉了，反正今天在跑步啊，我靠，那个真的是下雨天过后，依然是真的是不太能跑步。我不知道什么跑起来那个身体就被很多那个什么蜘蛛网啊，还有什么虫子攻击的感觉。因为宜兰这里很多田，然后你在那个跑那个田旁边呢，有时候会有那个我也不知道是虫子还是什么，但是你就会觉得你的皮肤上有那个异物感，就感觉像那个虫子攻击你的感觉。然后蛮幸运的，蛮幸运的。那个今天跑步都没下雨。主播，我妈妈昨天没有问到红海，OK OK，红海吗？红海，看一下红海，看一下红海。去红海之前讲好像有一个大回撤是吗？哎呦，不太妙，红海不太妙，红海这个跌的有点深啊，而且这里先标一个这个200，先标一个200，200是那个那什么呀？整数关卡，整数关卡。然后你自己看它从这里双交叉之后，这里双交叉之后，哎，一个交叉，怎么可能才一个？哦，这里已经交叉一个，然后交叉回来，再交叉下去，所以在之前可能就交叉了。认真找一下双交叉在哪里？这里有一个交叉嘛？那另一个在哪里？另一个可能找到交叉嘞，另一个交叉在这里，对，交叉一个啊、然后这里这两个交叉回来抵消掉啊、这里又交叉，虽然是也是双交叉啊、那个趋势走完了之后，这里又跌破200日线 A，200日线 A，200日线 A 在这里，然后又跌破200，
日整数关卡，所以红海是目前有一点惨哦，有点惨哦，不太妙，不太妙。看一下2317红海嘛，看一下看一下。但我刚好还在外面吃火锅，等等回去看回放。完了，我妈吃不下了，她有听到你说不太妙，完了，应该先吃饱再看我直播。哎，红海大红大紫哎，我的天呐，红海其实很有机会哎，我要改口，让你妈的食欲不要被影响到，对不对？看一下红海有没有那个财报开不好的状况。红海财报还是很好啊，营收都是有在成长，也成长蛮多的欸。然后营业利益率呢，维持在三左右，还可以啊。毛利率维持在5，这一季毛利率有掉了，掉5.88，营业利益率也小掉一点。但 EPS 这样看起来的话，应该也是创新高诶。对啊，4.1，如果就那个财报来说的话是没问题啊，但是股价又不这么回事了，股价又不这么回事了，股价有点惨了。看一下营运现金流，这季也是正的，上一季是负的，看起来都是。然后投资现金流，然后期末还很多钱可以用啊，所以红海看起来财报是没任何问题啊。但就是这个现行，其实看起来是真的不太妙，这真的不太妙，这有点是回不去了，有点回不去了。但200日的抵扣价还在下面啊，有没有机会把价格拽起来呢？200日抵扣价在这里，因为现价还是比它高，所以有可能是可以被这个价格是可以回调回去的。但是看一下周线哈，看一下周线有没有关键的支撑。有周线看起来有关键的支撑，所以看起来是跌的差不多了。周线的支撑60日 MA 在这里撑住，60日 MA 在这里撑住，所以看起来还可以。刚好60日 MA 撑着，拉一个下影线，对不对？这里看一下这里，然后之后未来抵扣价60日 MA 会往下走，往下走，所以现价一定会比抵扣价还高，所以目前可能也算跌完了，看有没有机会反弹回去。但如果反弹回去的话，先站上这个200日 NA，200日 NA 跟这个200块啊，这个整数关卡先站过去啊。这真的是回撤的有点多哎，回撤有点多，那看一下回撤几趴了。我拉一下那个比较少拉这个斐波那契回撤，看一下，然后从最高拉回来这里的话，看一下已经跌几趴了。相反，怎样？应该有跌到一个满足的点了吧？看一下，有快跌一半了，快跌一半，0.5，然后跌破0.382，0.5，所以真的看起来要先涨破200块啊，先涨破200块，现在已经在支撑上了，看能不能撑住，看能不能撑住，有机会啊，有机会啦，目前是看起来是有机会撑住，周线上来看的话，但是涨的话，它这个周线这个均线下也是会压住，所以可能也会在这边区间先走，不太可能就直接涨过去。所以短期上来看的话，可能会涨一点啊，涨一点啊。但是你说要重新变回多头，需要一点时间，可能会开始走盘整吧，开始走盘整吧。OK，27个人，有人要问问题吗？有人要问问题吗？应该人比较多了，讲一下，讲一下。讲一下今天看到的小工具啊，这个华翠的时候看到的这个 Future 底线 Stock 499有开发一个小工具啊，这个小工具就是它是用这个副台啊去回推啊台子期目前的状况，因为台子期现在没开盘嘛，然后回推下来，目前点位是在这个33172涨2%左右，所以看起来这个还在跳，因为国外是有开盘的，看起来的话。明天的开盘可能会突破哦，往上突破哦。阿伟，我来了，安啊，Frank，安啊，Frank，来了，正是时候啊。明天看起来台子期会涨2%了，看起来，以它这个计算机如果是开发正常的话，好不好？明天看起来涨2%，然后应该是会涨破20NA哦。
而且明天看一下20天的抵扣价会掉到哪里，会从这里掉到这里，因为抵扣价在这里 ，OK， 在那么下面，所以基本上我觉得明天突破几率偏高，往上的几率偏高。阿伟这边可以说大反转吗？大反转？什么大反转？剧情大反转吗？明天台股过清明还是过复活节？明天是复活节啊，清明已经过完了，好不好？但是大家还是知道，明天是礼拜二啊，川普的飞弹到底会不会射？到底会不会射是一个很大的关键。然后大家也可以去看一下这个计算机，今天发现的，大家一个对话聊天室，让他去研究一下。你不要反弹，你要大反转，大反转吗？如果这边走上去的话，真的很有机会是那个、要交叉没有交叉。如果它这里会往上开的话，这个均线往上走，真的蛮有可能是要交叉没交叉呢，所以有可能是大反转呢，对不对？具体看一下。但如果看到哪边可以确定是大反转的，你就看到前高这里，如果这边过了呢，34558过的话，基本上可以说大反转，好不好？那明天只开到这个33206而已，还是不够，现在很关键啊，这个台指现在要盯了。然后看一下，我们等一下9点半先看 TSM 开哪里嘛，对不对？先看 TSM 开哪里，我先看一下盘前，那个 TSM 开在哪里。不是说伊朗要打了，怎么又涨？台股买很多别闹了！不是你台股不是做避险吗？是你是美股做避险？我记得你有做那个啊，你有把那个风险对冲掉啊？我是没冲啊，我等一下9点半就可以看，好不好？9点半就来看那个 TSM 到底有没有涨，就大概可以略知一二。看一下。哦，你是美股避险，台股不避是不是？很勇哦，你很勇哦。ESM 啊，我们看一下 TSM。你偷看一下盘前，盘前是涨的啊，340.98，小涨而已哦，盘前小涨。那之前讲了嘛 ，TSM 是只有交叉一个，这里只有交叉一个，没有双交叉哦，只有这里交叉一个，这个 ENA 还没交叉，要是赶快涨过这个20 ENA 的话，它是可以这边是可以不交叉的哦，这边不交叉的话。这真的就是要交叉，没有交叉，这种就是会走一波的哦，走一波6哦。台股就是2330，多给他死啊！哇塞，这么狠哦，这么硬哦。那个川普的那个火箭当做是假的是吗？等下川普在那个直播抖那一根火箭就知道了，你就看这个看法就完全相反。所以现在都说不定。那我目前账户看起来了，好不好？看起来那个盘前是涨蛮多的，但这里好像看不到盘前啊，哪边可以看到盘前啊？雅虎可以吗？应该也是不行，对不对？好像是要交易所才可以看到盘前呢。这里看到盘前，你看一下341.06，那个什么去了？台积电 ADR 347.06，341.54，还不错。怎么看啊？那么长怪怪的。4月6号，这里怎么一个大跳跃？什么东西？等一下，冷静。哎呦，怎么这么滑？338.98，盘前好像不会显在上面吧？但是盘前是341，我关掉了。等一下。那现在偷看一下我其他个股怎么样好了反正台积电看起来是涨0.62%。我的 NU，先关心我的 MU。
哦，3.24%，诶，挺舒服的，这挺舒服的。先 DISC，哎，3.17%，好，OK，没事了。今年不出国哦，你说我吗？我没假啦，没假怎么出啊？没假怎么出国啊？而且最近机票涨啦，机票涨，而且哎，嘉义有那个国旅，大家知道吗？大家知道嘉义有那个国旅吗？哎，嘉义国旅，哎，这里啊，哎，好像已经来了。这个嘉义市国旅自由行补助已经有了。哎，看我的直播都跟你们报好康的，哎，对不对？反正嘉义好像到嘉义现在来玩的话，会有这个什么补助吧？这个住宿补助，4月13号中午到6月30号可以到嘉义市有参加什么合法什么旅宿业可以有什么折抵，每位国民不分平假日住宿，每房最高折抵1000元，每人享一次。哎，怎么申请呢？就在这个什么嘉义打康打 DW 登录，感觉要想一下，感觉要想一下。嘉义有什么地方好玩的？这边有嘉义人吗？前面是什么嘉义人？嘉义卤肉饭到底啊，那个鸡肉饭到底哪一家是正宗的？感觉可以那个嘉义玩一下，不要出国了，那个机票涨了。盘前看起来是一片，看一下大盘 SPY，哎，SPY 是负的哦，负0.02，没涨没跌。看一下 QQ 涨0.26，还有什么？看一下道琼哦，道琼也是跌，也算没涨没跌啊，那蛮小的。乡下有什么好玩的？哎，讲话小心呢、比如嘉义是乡下的，那个连是有没有嘉义市的？出来那个对抗一下。嘉义大家好像会吃那个我没有吃过，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。好像最近看大家都在吃那个美乃滋凉面，是吗？有人吃过美乃滋凉面吗？我觉得凉面就是加那个什么麻酱啊，就很好吃啦。一定要美乃滋凉面嘛，要加什么那个酱油就很好吃了。你是有没有吃过美乃滋凉面的？帮我来安排一下去嘉义吃看看美乃滋凉面好了。听起来蛮恶的，我不知道什么。反正我不喜欢那个甜的东西加到咸的东西上面，我是不喜欢的。哎，嘉义有什么好玩的地方？业者专区，等一下再研究一下，等一下再研究一下。OK，还有人问股票吗？还有人问股票吗？哎，直播，哎，现在32个人在看这5个赞，大家点一下赞，点赞拜托。我放这个哭哭哭哭表情来拜托你们了。有人要问股票吗？有人问股票吗？现在还有20分钟可以给你问。等一下那个美股开盘就要认真了，认真了。哎，今天看起来人蛮多的，但大家都是挂台的感觉。今天盘前感觉要喷，感觉要喷。我看起来我的股票好像都有喷呢，但是大盘看起来好像还好，大盘看起来好像还好。那个不知道今天上影片大家有没有看？应该大家6点多上，大家应该没时间看，这只现在只有28个人看啊，大家有空再去看一下。这只有讲那个43个人有讲大盘的解析啊，来看一下。目前的话，SPY 跟大家讲过了嘛，反正我再讲一次，就是我说它的周线有支撑嘛，周线这边60NA 跟60ENA 这边打到有往上弹一个，常常下影线有往上弹。然后这边有讲嘛，这个659，这个200日线要过，200日线要过，大概在659吧，对，659，就具体看能不能站过去。没站过去的话，站过去的话，我觉得我会把我不会全部买回来，我之前的那个3倍 SPY 全部都买回来。
SanDisk 卖飞，你 SanDisk 卖飞了，SanDisk 我还拿稳稳的，毕竟我是在高位才进场的，很可悲。SanDisk 盘前刚看是涨的嘛，等 DK。SanDisk 盘前涨3.14%，3.14%。SanDisk 刚又站回20日均线，200日均线还在很下面呢。我是加这根红线哈，要是再涨3点多趴，感觉我是翻正哦，我绩效可能翻正哦。Meta 吗？Meta 跟那个什么 Google 是被告啊，是被告啊，我也没有很关注。那我觉得告那个听起来挺不合理的，我不知道，我听起来挺不合理的。Meta 吗？看一下。Meta 盘前是涨0.86%，看一下分析一下 Meta。哇，Meta 也是偏惨。Meta 好像之前就讲过，就是要涨回去的话，这个框框要先涨过啊。这边均线密集区啊，向下，这里又双交叉，没救，破底了，这也破，这个破之后破底。所以最快的话，看一下周线啊，周线也偏没救，已经跌破120，周线也跌破120了。所以接下来再往下再找的话，再往下找那个什么支撑的话，已经偏难找了哦。再往下找支撑，差不多这里跟这里，是多少？500是多少？438哦。再往下找，找到这里了。这个支撑要看到这里有点远，那已经如果看到这里的话，已经基本上已经要创年新低了哦。这个有点惨，Meta 有点惨。但看一下业绩好了，看一下业绩。业绩估值真的太高了，F 真的太高了，然后成长跟获利还行，动能已经没了 ，Revision 也是一般般。然后看一下财报的话，财报还是有成长性在啊，你看这个营收还是越开越高啊，营收还算都在2几趴，YOY 才2几趴，还行但是这个毛利率很高，他们这种软体的毛利率很高。然后营业利率很高，所以财报看起来是完全没啥问题，没啥毛病。EPS 应该也是往上开。EPS 我看到是什么？EPS 也是9块创新高，结果走这么差是怎样？看一下分析好了。Meta 还有救吗？那 Alan 券你有 Meta 吗？2026 Q1 第一季营收指引为535到1月28，太久了吧？AI 驱动产品扩张看起来挺好的，看起来都挺棒的，不知道为什么走那么烂。所以有时候这种基本面跟这个线型不一定会同步啊，但是我还是会尊重线型啊。跌破200日 A 通常就是尽量都是去避险一下，对不对？这边都是避险一下，重新站上的时候，这边再买回来就好。200日 NA 还是要尊重一下。Meta 现在580，前几天520没抄底，很后悔，不要抄这种底啊。这个你就算抄到的话，它也不会变成多头趋势啊，对不对？你就算在这里520这里抄到，你这样抄一个短的，基本上很难受啊，很难受。这个就是你要做交易的话，不是说交易哦，不是投资哦，你也是要选择在这种多头趋势这边去抄底，好不好？这种地方去抄，这种地方去抄，就算你看错了，你的那个都是可以硬撑回来的，对。但如果你在空头趋势去抄底的话呢，不是很好。像现在的趋势很明显就已经是向下，对不对？已经所有均线之下了。那你应该要，如果你要做交易的话，你应该是要在这个高位放空，对不对？已经要改变方向，不能再做多了。看一下
IOVA 吗？IOVA 没听过，只有3块。哦，这种趋势，这种就是刚扭转成多头形态的。先看一下那个好了，做什么的？做什么的？什么产业？哦，生物科技，生物科技不一定很赚钱哦。获利能力是猪啊，这感觉是亏钱公司。动能有，成长性跟这个估值一般般，感觉是亏钱公司啊。看一下，对，这亏钱公司，你看这个 operating income 都是亏的啊，都还在烧钱，还没赚钱，还没赚钱。EPS 应该也都是负的啊，偏惨。没赚钱的公司，做做交易就好，不要真的下去做投资啊。但它这里有一个大跳跃，哎，跳过200是 ENA，对不对？然后均线在后面这里就已经都交叉回来了，然后这里跳破200日 ENA，基本上这一天哦，这一天就可以追了。这根黄色叉叉、橘色叉，你就可以追了。那如果你现在没追的话呢？现在又给你一个回撤，又给你一个机会嘛。只要这个框框画一下，我的划线工具呢？看这里有个框框啊，这个跳空区间没有跌破的话，基本上还是以多头为主，基本上现在是多头形态了。但是如果要等介入时间的话呢，也是建议这个价格重新站上20NA 拐头的时候，这时候再买，对不对？主播晚上好，安啊，袁晨安啊，9点17分在13分开盘。Amazon 吗？Amazon 看一下，Amazon 裁员也是裁很凶啊。Amazon 也是不太妙，也是不太妙。这七巨头到底是怎么了？没半个能打的。这里也很深呢，而且可以看一下这个大跳空，基本上有被回补掉，这里有被回补掉，这里有被回补掉。那这里全部均线纠结后往下打，然后又跌破200日 这个也是偏做空啦，是偏做空啦。就是跌破200日 我一律都偏做空比较好。但七巨头你去跟他硬做空，其实蛮笨的，因为七巨头是很赚钱的公司啊。所以我觉得这个还是等它回多头吧，不要对七巨头乱做空啊，觉得不太稳。对啊，我觉得这个 Amazon 也没救，如果你要持有股票的话也是没救。但他们的财报一定都很强啊，但都是估值太高了啊，估值被杀干净了。估值你看它的估值也是猪，成长性跟获利能力都是 A 啊 r e f i s i e n C 加。好，看一下，大家现在矿成 strong buy，strong buy 哦，一跌下来就有那个咯，那个什么估值可能有下降一点，然后就有点变好，可能估值之前更差嘛。七巨头还是很赚钱的啊，你看这个钱也是赚的很离谱。看成长性的话，都还有2位数10%左右，10%左右成长，毛利率50%左右，然后营业利率10%，这一季有小掉，但应该影响不大，都还是很赚钱的。Hims 看一下 Hims 的话，那个 Alan Chen，你报每档怎么都是空头的？这个空头格局，感觉快走完了。看这里能不能交叉上去，交叉站上的话，是可以想法做多的。但其实这样做多还是可以先建一点仓啊。真的要等大做多，还是等200日 NA 站上？我觉得这个时候再做多会比较好。因此是这样啊。看一下财报。
ins 有赚钱，但赚的不是很多。有成长吗？有成长，看起来是有成长的。然后毛利率70几趴，营业利率有点惨哦，不太妙哦。以前有到这个10趴，4趴5趴，现在是2趴，1趴2趴，钱赚有点少，EPS 应该没什么动能，对吧？有点惨，有点惨。不是说有点惨，是有赚钱，但是赚不多，赚不多。看一下 rating，对吧？这个评级有点烂，这个获利能力是 A 的，其他都有点烂。ORCL 吗？看一下那个资料库的 Oracle 也是很惨啊，也是很惨啊，这也没救。但是现在看底部打了蛮多次的，这边底部这边画一下，这里底部打了3次了，不知道能不能撑住。但是这有没有撑住对我来说都没什么影响，因为我不会去抄这种底啊。这种抄底的话，有个形态叫做2B 形态啊，是专门在看这种地方怎么抄底的，大家可以去找一下这个形态。但基本上我不抄这种底，我觉得抄底的那个效益不高，效益不高，赚钱的效率啊，就是你抄到可以赚一大波，但是基本上一直停损的其实是比较长的动态。所以真的要做的话，至少先看到交叉吧，先看到交叉啊，交叉后这200 N 也下来，也上穿200 N 的时候，这边可以做个两单，对不对？啊，这个现在都还没看到，Oracle 都还离很远的，而且它是快到年新低了，快到年新低了。看下周线，周线看起来也是有止跌的迹象，你看，难怪刚刚看那个底部为什么可以见3次，因为它现在就在周线级别的200日 NA 啦，已经在这里了。应该是已经跌完了啦，但是我还是不建议抄底啊，因为抄底其实会盘很久，我还是不建议抄底。周线级别的200日 NA 看起来是有支撑到，但是你就按这里好不好？真的给你支撑买上去，基本上上面还是这边还是一堆压力，所以你也是会在这样筑底筑很久。所以 Oracle 看起来是没救，没救。你看这个 valuation 都太高了，这估值都被杀干净了。动能跟成长性，那个动能也不是很好啊，那个成长性获利能力很好 r e f i s i o n 也是 B，所以这应该也是 Oracle 应该也赚钱了。嗯，对啊，你看11400、15000、14000、16000、17000也是创新高，毛利率60几趴、70几趴，下降到60几趴，这里有点下降哦。这毛利率原本以前在70趴维持的，现在掉到64趴了。营业利率都维持在32趴，还有创新高所以还是可以，还是可以，应该也是有在赚钱的。但就是股价都有点走烂了，股价有点走烂了。主播可以问一下 CLS 吗？CLS 是那个 Stephen Crisis 的爱股看一下我们 CLS 有负5.11%。CLS CLS 吗？看一下看一下，它涨那么多，怎么还负5.11%？我是买在哪里？哦，我是周线了，看错了。这里盘好久，盘好久。看到吗？这个200日 A 就起了作用了，两根打定海神针打一打，看起来这要转多头咯 CLS 看起来要转多头了。这个均线要是这个20A 走下来了，你看这20A 已经上弯了啊，这根白色2根已经上弯了，然后现在已经超过60A 了。60A 的抵扣价在哪里？在这里。所以之后要是这个价格，看一下这里，对，差不多站过去吧。这边站过去的话，306块站过去的话，基本上可以先宣布它多头即将开始，已经修正完了，这样有算交叉吗？还没交叉啊，它现在还是算空头因为它这样是2个这个嘛。但是基本上你可以去推演一下，就你可以推演它什么时候交叉，交叉是可以去推演。怎么推演呢？你可以看一下这个白色虚线，这个是
MA 的抵扣价，未来会现在在这里嘛？现在在这里，对，未来会未来会怎么走？未来会在这里走嘛，对不对？那现价已经比它抵扣价还高啦，已经比它抵扣价还高，所以这一根均线就已经会往上走，对不对？这根往上走，这根往上走就很容易跟这边的均线去做交叉了，所以其实是可以先预见它未来会交叉，可以先预见这件事情。除非它现在这样咚咚咚价格跌下来，对不对？但基本上它这个200日 MA 测2次应该是很稳的，应该是真的要大喷的前兆，那都是真的要大喷的前兆。所以盯这个价格啊，306.13，那这个我应该之前选过了吧？这个收盘价也定一下了，这两个302到306，这个空间过的话，基本上就准备大喷了。先看它有没有喷 CLS， 要喷的吗？涨0.71%还没喷。主播 AAOI 低点减的直接喷 AAOI， 看一下 AAOI， 要开盘了。AAOI 低点减的直接喷，哪里？你在这边减吗？这边看起来不是很好减诶，那你减了直接喷也是蛮厉害的。哎呦，几趴？20%，认真这跟20%哦。哦，那这个高难度交易耶，这怎么做的？刚好抄在这里，那算你很厉害。那个 DHEU892高手，主播觉得会不会打起来？主播不是川普，确实，我觉得会打哦。我认真觉得、我认真觉得话，我觉得会啦，我觉得会打。真的，现在拖太久了。那个川普感觉已经快受不了。但打了他的其中选举就真的很难选。但我觉得他赶快打，然后赶快跟各国征收那些有的没的，对不对？征收那些钱回来，赶快去平复经济，总比他这样拖在这里拖那么久还好。当然，我也是希望不要打了，好不好？但打的话，那股市也会出现低点给你们抄底啊，对不对？不要这么怕嘛。但是我听说好像最近会有传出他的什么，川普的内线人士在什么比特币啊、以太币里面塞了几千亿，塞了几千亿在里面，做多还做空，好像没认真看，应该认真看一下的。有吗？大家有看到这个消息吗？还是我查一下，川普内线人士，这里啊，哪一个啊？我看到那个，嗯，神秘大户，是他吗？是他吗？那我就看到翠上看到了，主播今天有饮料吗？有啊，主播今天有喝啊，喝的是这个可乐罐子，因为我会加冰块，罐子在外面。话说我去泰国玩的时候啊，那每一家店基本上都有那个饮料。那你要开盘了，那你叫可乐的话，他们都会自己拿一个杯子，然后里面放好冰块给你，然后再给你可乐这样。等一下，看一下，开盘了，看一下，看一下，先冷静，不要紧张，不要紧张，各位不要紧张，我也在跟我自己讲，开了，叫起来了，开盘，大家看一下，NU 涨2%，SanDisk 涨4.32%，哦，跳很快，OK，具体看一下，跳了吗？重新整理。Steven Crisis 是涨了1.66%，哦，NU 跟 SanDisk 是涨了这个多少？2.67%，然后帮大家看一下 TSM，
哦，AOI 也是再涨7%，有点扯。ESN ESN 涨0.45%，有点盘整的感觉哦。SPY 0.16%，QQQ 0.46%，道琼负0.06%。看一下这个，但是 TSN 是有开在20日均线之上，有开20日均线之上。但是20 ENA 有没有开在上面？看起来是有，看起来也是有开在20 ENA 上面，有涨破一点点。如果在这两根浅黄跟浅蓝之上的话呢，就是这两根浅蓝跟浅黄就会往上走，那就可能会避免交叉，也是这样，看起来是这样。今天涨不动啦，今天涨不动了吗？看起来 SPY 确实有点烂，不太妙，不太妙。我在这里盘这么久，到底有没有过200日 NA？ 都是绿色的，没错，但就是不涨过哦。具体再盯一下，目前已经碰到这个，已经碰到这什么？碰到20日 NA 咯。因为20日 NA 会是压力啊，因为你看它的底构价在这里，底构价在这里，那这个是，那现价比底构价低的话，这个20 NA 是压力，是负斜率的，所以看起来是不太妙，不太妙。大家的账户是涨还是跌？大家是账户是涨是跌？一下统计一下。这是涨。OK， 发起意见调查。不知道新股 NASA 能不能买 ？NASA 可以买了吗？NASA 是新股吗？是这个吗？黑吗 Space 看起来不是、这是 ETF NASA 哪一只？不知道哪一个，不知道哪一个。这个吗？还是那个？这个吗？这看起来 ETF。主播看一下，你说这个，这就是这个 NASA。这个能不能买吗？这个能分析的太少，可能要具体看一下里面的那些成分股。等下要具体看一下它成分股是哪一些，你可能要去调一下啊。还看不到 s n e a k Alpha 还看不到，所以这个有点难分析，有点难分析。主播看一下 AMD 也是那个选到的，那什么 Stephen Kress 选到的。那时候这根大跌的时候，我还开着直播啊，看这个大跌啊。现在呢，AMD 拜托几个嘞，几次了？1个、2个、3个、4个。我跟大家讲，200日 NA，OK 吗？200日 NA 跌不穿哦，就是要准备要喷的趋势。这个地方200日 NA，我之后可能会设计一下我自己的这个交易系统，去捡200日 NA 的股票，因为我觉得200日 NA 我盯很久了。大家看一下，我下面有写一个指标，这里大家可以看一下，我这里有写一个指标。这个下面这个指标就有机会再拍影片跟大家讲好，是很好解释，但是其实也很好解释啊。上面这个蓝蓝的这个呢，就是200日 NA 的这个200天涨了多少？像如果现在77.14，就是200天的话，这只股票涨了77点这个19%。那这个如果是正的话，这个蓝色线是正的话，代表这个200日 NA 的斜率是正的。斜率是正的，代表什么意思？代表它就是有支撑效果。你看这个 AMD 就是一个很好的范例嘛，对不对？4次撑住，现在准备往上喷，对吧？那下面这个是什么意思？下面这个，等一下，按错。下面这个区块这个方状图是什么意思？下面这个就是乖离率，就现在这个价格呢，比这个200日 NA
多了几趴，现在是多了13.75%。那这个黄色、橘色这个地方就是它重新上穿了这个200日 NA 或 ENA， 所以这时候这两个基本上就是我指标设计出来，就是我要介入的点。那如果在这里介入的话，其实你现在来看的话，基本上要等于抄底了，好不好？基本上要等于抄底。所以这个200日 NA 的指标，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好抄底的一个指标，非常好抄底哦。讲的是抄底哦，但是它要建立在这个200日 NA 的涨幅，200天的涨幅是正的基础上，它才能拿用来抄底。这个之后再跟大家讲好了，有点不好解释。那现在是喷了 ，AMD 要喷了，好不好？现在要追的还来得及哦，现在还很低哦，目前还很低哦。但是60A 的抵扣价未来会上来，所以可能还是会回撤再上去。但是如果你说2026年的话 ，AMD 应该准备开喷了，看起来是回撤完了，而且很健康。安啊，红卫安啊，有新消息，等等可能向下了。你又有新消息，你是谁？不是，你那些人是吗？RYE 有什么消息？赶快讲出来。再看一下这个计算的点位，明天台股有被影响到吗？目前以计算的话，明天应该会开在33169，是涨2%哦。目前看起来还蛮稳的，到底要不要射？到底打了没？对，再来看一下 Steven Crescent 现在剩下涨0.58%，NU 跟 SanDisk 是涨剩下1.83%，有点下来了。AMD 开喷，但今年大盘不是可能走熊吗？你说不是有没有可能走熊吗？我目前对大盘的研判好不好？目前对大盘研判，我是觉得跌完了。这里60A SPY 之前有讲嘛，有拉下影线支撑，然后现在又快要站回200日 NA， 再站回去的话，我觉得跌完的机会比较高跌完的机会比较高。不知道，但我目前是反正站回 SPY 站回200日 NA， 我就会全部把部位买回来嘛，就跟这个 AMD 一样，要是打到再涨回去，我会买回来。白宫表示，总统没有批准任何停火协议，停火协议只是众多设想之一。等一下，看看新闻。有新闻吗？看一下新闻。ASNL 跌2%，ASNL。变那么慢，等一下。ASML 目前第一个交叉了，看第二个会不会交叉？对，感觉也是要进一波回调啊。但如果现在这里能直接往上涨一涨的话，可以把这根均线交叉回来，基本上可以再走一个长大波。好了，差不多账户差不多长这样。现在到底要打不打？反正我是没有任何避险的，好吧？我就是拿到底啊。我是觉得我对我自己的持股还算有信心。看起来我没看到怎么样不好的新闻。OK， 主播礼拜三有直播吗？礼拜三的话一样会直播。礼拜三日还是固定一点。那礼拜日放假人都会多一点，但礼拜三还是一样可以维持开台这个习惯。所以呢，如果你想要问问题的话，有时候可以把握礼拜三晚上的直播，人比较少，你可能问呢就问呢，我就可以跟你互动多一点，对不对？你可以问你更多你想要知道的股票。然后我目前对大盘的研判呢，我是觉得差不多了，就看明天那颗飞弹了，这就是看明天那颗飞弹，好不好？
但 SPY 这里横很久，到底有没有要过，我是不清楚，到底要不要过。目前就是这个20MA 跟这个200日 MA 在打架，但是大家看一下我刚刚那个指标嘛，跟大家讲了，200日 AA 呢，目前还是有涨十几趴的，好不好？是有涨十几趴的，所以目前这个200日 AA 都还是有支撑的。虽然现在跌破支撑，但是它会有一个引力把这个价格给拽回去的。我相信这个200日 AA 会跑赢这个20日 MA 啊。要来睡了，等后天结果太健康了吧？RYEN 才9点半就要睡了。希望大盘继续向下到5月中，你要等5月中才要冲吗？5月中吗？大盘你是说美股吗？大盘5月中哦，也是有机会啊，有機會。但是你说再往下打一根吗？再打一根，基本上其实我觉得高几率也是打在差不多类似的位置，打到差不多类似的位置。如果你想要等抄底的话呢，还是一样给你几个价位好了。看一下，如果你真的现在不想要买的话呢，可以等这个大概630到6636，可能之后会再涨一点吧。那就定期追踪这2根均线，好不好？目前看起来630到636了，可能630到640之间啊，630到640之间，可以。那时候你现在不想打的话呢，你想要等抄底，可以看能不能再等到这边一次机会。现在656嘛，飞弹不是后天早上，他说礼拜二，但是我们这里是比较快嘛，所以他可能是礼拜3吗？没有人说几点啊，他发文没有说几点哦，对不对？而且也不用太在意那个时间嘛，对不对？他没有照他的贴文射那个飞弹，也没说不行啊，对不对？所以，对了，应该是后天，以我们这样来说，应该是后天。但是我是觉得不要射啦，冷静一点啦，不要再射了啦。MU 跟 SanDisk 看起来有喷诶，都涨3%多。川普风险溢价正在形成，Brooks，根据这个经济学家什么 Brooks，觉得政策不确定性地缘哦，不要晚念，累了，让那个来念一下。Robin Brooks，随着政策不确定性及地缘政治紧张升高，市场开始反映川普风险溢价。Brooks，前高盛首席外汇策略师，表示，近期美债直利率的走势显示，投资人开始将与美国总统川普政策路线相关的政治风险纳入定价，特别是在贸易、财政扩张及地缘政治紧张等领域。Brooks 指出，短天期与长天期殖利率 CHTBTTLT 出现分歧，长端殖利率上升幅度更为明显。这种走势显示，市场对持有长天期债券要求额外补偿，反映对通膨、财政赤字及政策方向的不确定性。这一变化出现在投资人正面临更激进关税、更高政府支出及地缘政治局势更难预测的时刻。这些因素可能推升长期通膨预期，并增加美债供给，两者都对长天期债券造成压力。Brooks 认为，虽然市场过去对政治风险反应较慢，但目前环境因潜在政策转变规模及其对全球贸易与资本流动的影响，可能有所不同。这一发展显示，即使联准会未立即调整政策，政治动态已开始影响金融环境，特别是在利率市场。
哎，忘了开声音了。OK OK，就是第一 RAM 刚那个嘛，海力士跟三星还没上市，美股还没上市啊，所以想买可以买这个第一 RAM 这支 ETF 啊。目前你看美光跟三星跟海力士大概就占了72%，三个占比差不多，其他都比较小，占比较小。所以你如果买这个第一 RAM，基本上你也投资快50%的这个三星跟海力士了。然后剩下24%呢投资美光，剩下其他投资小小的，所以这个可以考虑一下。但它才刚上，好像也没有那个现行，不太能分析，不太能分析。但我觉得你单纯只要投资这个低润的话，是可以直接买了。哎，涨6.92%，哎，今天认真那么强哦，涨6.92%，涨6.92%的话，我 MU 跟 SanDisk 只有涨多少？只有涨3.89%，代表其他的在冲哎。三星跟海力是挺猛的，挺猛的。NU 感觉站上去了，哎，看一下看一下，4%，哎，我把 NU 删掉，NU 不能删掉啊，信仰。站上去了吗？还没上去，还没上去。但我这边先跟各位讲一下，这个美光目前哦，都还没有半个交叉哦，大家能看一下。虽然价格已经打到这120A 又弹上去了，好不好？下来打到这里又弹上去了，但是它的20跟60都还没交叉半根哦，都还没有交叉哦，就要回去了哦，所以你就知道这个就是一个强势的表现。OK，看来这个刘德英救命还是挺有用的哦。周线的话，应该看起来是有打到20日均，拉了20日均这边拉了一个很长的这个下影线，又往上喷了。所以看这几天如果要涨上去的话，基本上就不会交叉了，不会交叉。目前很些微的距离了。然后看一下 SanDisk 好了，SanDisk 已经站上回我的成本价了。这里下来碰到60A，又直接站上去，这也不太可能交叉，这两个还离很远，所以目前 SanDisk 是非常强势啊。感觉 MU 不久要交叉，交叉我也会拿着啊，交叉我会拿着啊。交叉的话，我觉得还是很强势啊，基本上很强势。我财报也跟各位讲嘛，大家有没有看那个？哎，44个人还没点赞，哎，55%的人账户是涨的，点赞拜托。还没点赞的去点一下赞，再放一个酷酷贴图，然后再麻烦点赞一下，点赞一下，看一下，这还能追吗？我觉得现在就真的要追，现在我觉得还可以追啊，还可以追。因为你等到它真的，或你要等稳一点，就等它站上这个20NA 啦，这里上面这里稳一点，就等它站上400块吧，400块过的话，基本上就是个整数关卡，过的话可能就扶摇直上。但你要现在追也没有说不行，我觉得现在其实也可以追啊。按赞的感谢啊，感谢元成这个 T Make 安呢，哎 T Make 赶紧加码时间到了，加码时间到了，不要再说了，不要再说了 T Make。好了，差不多9点50分，还有人要问吗？还有人要问吗？哎呦，NU 现在真的快涨到5%了，有点强。还有人要问吗？还有人要问吗？啊，明天要上班了，明天要上班了，日天连假没了，要等到5月1号了，要等到5一劳动节了。主播明天要上班，当然要啊，当然要啊。又是射出一条，又是射出一条。
哎，宏达科安呢？哎，宏达科应该是新观众哦，还是你改名字？宏达科，我很熟悉的名字。宏达科是一家公司吗？那叫宏达科吗？宏达电呐、宏达电，有人要问吗？有人要问吗？我是昨天的90729，你为什么要叫宏达科？OK OK，我会记得你，这个比较好记嘛，中文比较好记。对啊，那个名字大家可以想一下，不然这个什么 WZY F3B，每次你的名字我也忘记，A 人圈就蛮好记的，对不对？想问华晨，OK，1519华晨，看一下华晨，华晨也是很鬼啊，但它这里是不太妙，双交叉了，双交叉了，然后120NA 感觉会有支撑，这里感觉有支撑，这应该周线的20NA 会打住，会打住，看起来没有哎、那不太妙，那不太妙，目前可能看到这里了，看到这里，看一下华晨，你可能要往200日 NA 靠近了，200日 NA 靠近了，这里746跟711之间，可以具体关注一下，会不会有没有支撑？746跟711，目前这个区间可以看一下，看一下有没有支撑。打到又反弹回去的话，可以抄个底，可以抄个底。然后看一下那个什么华晨，应该很赚钱的、华晨，哎，成长性跟去年第四季差不多呢。看看损益表，看损益，有看单季，看单季，42565675有啊，这个也是在成长，营业利率也是小掉小掉，只剩19.2%，以前有20、24、21，小掉。毛利率呢上升，毛利率算是有上40、41、42，上有上升。营业利益看起来应该是还行啊，还行啊。咱就具体看一下这个7到746有没有支撑。没有大场面，等待大场面。我很好奇2377会跌到哪里？2377旗红吗？啊，维新哦，看一下维新2377会跌到哪里？这个会跌到哪里吗？这个看不出来，目前没救，持续向下。看下周线，看下周线有没有支撑。周线看起来也是都没有，没救。会跌到哪里吗？没想法，这个没救了。维新不要想着抄底啊，空它比较实际啊。是怎么样？维新怎么了？是做电竞商品的吗？维新是在跌什么意思？这个跌成这样，基本上这家公司就没了呢。基本上这要好几年才可以翻回来了。这有亏钱吗？看起来还好啊。G6是没什么成长性，但是都还是有在赚钱啊。EPS 应该也是正的吧？对啊，那怎么跌得那么惨？不懂。好，那再跟大家讲一下，这是今天发现的工具是这个 Future 底线 Stack 499，可以到这个地方，可以大概预估一下明天的台子期会涨到哪里。目前感觉明天可能会开在这个33300哦，看起来明天涨2.5%哦，蛮猛的，蛮猛的啊！贴在聊天室给各位参考一下。你想抄底没错哦，我还是给大家一个建议啊，就是抄底啊，抄底要抄在什么地方呢？给大家几个观念，好不好？我自己是建议啊，建议的抄底模式呢，都是因为刚刚这个周线蛮多机会可以讲的，都是去抄在这个200日均线上，200日均，像这里啊，200日 ENA 对不对？
这可以画圆哦。有没有？这里，这里有没有？这里也可以抄，这边也可以抄，都是在这个向上200日 A 是朝右上方的时候去做抄底。你这种时候抄底比较，你就算没抄好，可以拿着，它会涨回去，好不好？那像这种地方呢，这个跌破基本上没救了，好不好？这边跌破呢，基本上跌破就没救了。那你要在这种地方抄底，你就算抄到，好不好？给你一个抄到底，好不好？它真的反弹的，它这边也是这个压力重重，好不好？这里也是压力重重，你这边要过这边，基本上你需要花很长的时间哦。在这里，这是一个嘛，在这边虚耗，那你基本上，除非你拿这一小段，可是你要面对的风险呢，是这边你的这个风险，那你的报酬可能只有这里，好不好？就是不是一个赚的交易啦。就大家做交易的话，基本上还是要去算一下那叫什么？给大家讲一下哈，就大家如果做交易的，不是说投资哦，做交易的话，基本上你看这里打一根下影线，这里站上的话，你可以去拉一个这个风险报酬的概念，懂吗？那你就是在下面拉在这根最低的往下一点点，那你报酬呢，基本上就可以看到这个前高，对不对？那这种风险跟报酬比2.81啊，或者更高都可以去做，但是你如果在这种空头呢去做的话，就不是很舒服嘛。那这边你要怎么做？你当然是要做空啊，对不对？这种地方当然是要做空啊，打到这里掉下来，那你可以在这边去开空嘛，对不对？这样开空，你能面对的风险只有上面一点点，因为这边均线一堆不好过啊。其实我都没开画面了啊，简单来说就是我都没开画面，我一直讲，在多头趋势的时候，好不好？去抄底，不要在这个空头趋势的时候才要抄底，好不好？沿着200日 NA 抄底，基本上不会有太大的问题 ，OK 吗？这里200日 NA 抄底啊，200日 NA 抄底，对不对？我刚没看画面，一直讲，别人跟我讲200日 NA 抄底，哦，200日 NA 这边可以抄底。那你现在这边已经底，你看，如果你在这种地方抄底，都是有利可图的，对不对？那你在这边已经跌破200日 NA，这种微星已经跌破200日 NA 就没救了，这个是周线呐，但日线它更惨了，好不好？所以大家抄底的话，改天再拍一部影片教大家怎么抄底好了。安娜 VN 位想问 CMST 不就是我前几天报给你的吗？CMST 这就是那个 Stephen Crisis 新选到的，CSTM 嘛，C 什么 CSTN 你打错了啊，是 CSTN。这个是最新被 Alpha Pix 选进去的股票，然后呢，基本上矿德 Strong Buy 啊，然后这五个评分都很好。他做这个铝的Aluminum 我不会念这个是做铝的这家公司，反正挺强势的，挺强势的。那至于 Alpha Pix 为什么选到它呢？这个文章他有发出来，就是有机会再跟大家分享好了。反正他现在就是被选中了，好不好？我们就后续观察它会不会涨。CTSM， 是 CSTN 啊，我没有打错，CSTN。这种很强势的，有没有？这种很强势的，基本上看这个要交叉没有交叉，对不对？要打出去，这里有上穿，这都是可以买的点啊，很强势。主播安啊，潘少勋安啊，宏达科想问宋盛科技，你们有播到画面，没有看到图？OK， 我刚刚应该有改播到了，好不好？反正就是跟大家讲，就是你要抄底的，应该在多头趋势去抄底，去买回调，不要等那个真正找那个底部，因为是找不到的。宋盛科技，宋盛科技，听过呢？宋7768，宋盛科技，先看有没有赚钱。营收看起来有点惨，没什么成长，
营业利率呢，看起来也有点16、11、14、11，看起来不是很稳定的一家公司啊。毛利率算是比较有涨的了，但是这个营业利率看起来是不太稳定，不太飘了。可能公司太小了，公司可能太小家了。众盛科技吗？但是都是有赚钱呐，不是都没亏钱。7768，哦，这种形态是新公司哎，数据没有很多，这刚创新高，这里其实这里直接冲进去买哦，这种形态就是直接冲进去买，赶快追赶快追，这里都这个其实杯状带饼啊，之前讲过了，杯状带饼好不好？杯状带饼加那个 VCP 啊 VCP 这个形态，大家再去查一下。基本上它现在就是 VCP 的形态打到后期，打到后期这里，然后突破出去，这个地方就是一个买点，好不好？该怎么跟各位讲？随便找一个，这 VCP 的形态已经打到后期了，收缩到很小，最后突破，那就是这个形态。这种形态很有机会往上，就是20-30%以上哦。大家送车车距这个形态可以冲进去买。现在可以买吗？你说 CSTM 吗 ？CSTM 可以买。咦，主播没有开抖内吗？我的频道都还没盈利，怎么开抖内？你要抖内吗？你有赚钱要回来抖内吗？没错，我冲了，哎，没错，这个形态第一根这个第一根还好，后面明天开了可以再加的，可以再加的。哎，它怎么那么贵？它450块哦。那刚上市多少？哎呦，那它算很强势哎。刚上市160几。CSTN 可以买啊，可以买啊。它现在 CSTN 这刚创新高而已，这个地方也是可以直接买的。哎，VBN 位，我记得你是什么？你是高中生嘛？以形态来说，这个地方也是可以买啊，因为它也是一个这个杯状带饼，好不好？你这个刚买着拿久一点，拿久一点，那他们那个 Alpha Pix 他们股票基本上都是拿很久的，好不好？都是拿很久的，这可以买，可以买，这刚创高，刚回撤完，然后要交叉没有交叉，我觉得至少先看个20-30%，这也是20-30%。以技术面来讲，这个也是一个好的买点，这也是一个好的买点。高三很强哎，投资要趁早，你已经赢别人很多年了。好了，10:03，那刚刚说为什么我没有开抖内？我的频道根本还没有盈利，好不好？频道还没有盈利，之后会开啦，水洗抖内，对不对？问一题10块，问一题10块。好了，差不多了，10点了，还有什么问题吗？可以再看一下股票好了。Steven Crisis 目前是跌0.36%，然后的那个 NU 跟 SanDisk 总共涨了3%左右。然后明天台子期的话，预计开了2%，预计应该会开2%，在33185，目前看到是这样。如果飞弹没有提早飞的话，好不好？目前是开涨的，所以大家清明不用太害怕，不用太害怕。不过易兴科技问这么多不太好意思，小赞助，没有关系啊，没有人问你就可以一直问啊，这个不要害怕问，问越多问题，你会得到越多啊，对不对？易兴科技吗？你的股票其实都没怎么听过，说实话，你做的好像都是比较偏新的股票吗？新上市吗？是易兴科吗？7707，这是易兴科技吗？应该一样吧？应该一样啊。看有没有赚钱。易兴科技这公司都好小家啊，都赚的钱都很少，2.58、1.84、1.33、2.42、1.95，看起来很少。毛利率，毛利率现在60几%，还算不错。营业利率30几%，营业利率有创新高吗？0.59块。都是有赚钱的，但是赚不多啊。EPS 有创新高吗？之前有到2.03，1.83也看开的不错的。易兴科技有赚钱啊，7707吗？
易新科，哦，这看起来是新的哦，直接往下一个大，刚刚有讲嘛，就是我刚刚讲那个抄底在什么时候抄最好？第一个就是这个上穿240A 的时候，像这个地方，大家看一下这个橘色的这个叉叉，基本上是我建的这个抄底的位置，在这里呢，基本上抄都不会有太大问题，这里抄都不会太大问题。现在看起来是喷出去了，喷出去了。这个地方呢，看起来的话，有一个要交叉没交叉哦，这里有个要交叉没交叉，这里要交叉没交叉，对吧？这边就已经双交叉，那个黄金交叉2根，这边已经是正式转上多头趋势，然后在这边感觉要回撤，但在这里没有交叉，没有变空头趋势，所以这个准备要开，也是一个准备要开喷的讯号。这下也是一个准备要开喷的讯号。哎，你都很会找股票哎，那个谁，宏达科，你有点强哎，别追高啊，兄弟们，这个看起来是底部啊，如果你跟之前比的话，这看起来像底部啊，这不太像追高，你要怎么判断目前是追高还不是追高？其实你可以去判断这个下面这个200日 MA 的乖离率，目前它乖离多少？乖离40.23%，其实对我来说是还好的。40.23%，40.23%是什么意思？就是你从今天的收盘拿到这个200日 MA，这里差不多40.23%，应该说从这里涨上去啊，要涨40.23%，差不多。然后这里40.23%，乖离40.23%，距离200日 MA 其实算还好。因为假如你随便看一个走的很强势的 SanDisk 好了，你看它乖离多少？哦，你是说看大盘指数都在震荡，不要追高买？但我目前就觉得这个不算追高啊。你看 SanDisk 的乖离率是167.9%， 168跟168%，也就是它距离200日 MA 已经超过1倍了，好不好？已经超过1倍了哦，差那么多。所以你说刚刚他那个这样算追高吗？我觉得不太算，因为它这个其实我不知道，可能大家看线图的那个 level，可能大家看的不是说 level，就是方法不太一样，好不好？这个对我来说，目前这个算刚开始，好不好？这对我来说算刚开始，因为通常呢，这前面对我来说这都是不算的，这都是空头趋势。从这边我现在看它才等于说才刚打完底而已，这对我来说刚打完底。很有潜力的股票，那个宏达科蛮会找的，你怎么找股票的？之后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。对，SanDisk 太强，不能这样比。确实啊，SanDisk 是有点强势，但是如果以形态来说的话，这真的对我来说算刚开始的股票，算刚开始的股票。你要想它之前这边见底见了多久，对不对？那之前这个地方见底这边见了多久？这边打底打了多久？它如果刚涨这么一点点就叫追高的话，那你随便看一个华晨好了，不要讲美股的华晨。我们大概讲一下，现在刚刚讲了嘛，200日 AA 当做一个开始的话，这边刚这边都还不开算，这边都算打底，对不对？那现在那档7707，现在可能才刚在这里而已，这样算追高吗？这样算追高吗？如果你这样算追高的话，那后面这个华晨这边还有一次，这边还有一次，这边还有一次，对不对？都还有很多次啊，所以它现在可能才算对我来说才算第一浪，如果以波浪理论来说，才算第二浪而已。这才算第一、第二浪。大家可能看的那个方法不太一样，对不对？其实大家也可以互相交流一下。你看，假如从这边开始看好了，这边都算打底嘛，对不对？这边都算打底。那如果以他刚那个7707，可能以华晨那时候来看，你有可能只走到这里耶，他刚的位置你再比一下嘛，差不多走到这里而已嘛。你怎么变那么慢？对吧？你看它这里打了那么久的底，它才涨123，才涨123而已。那你再用华晨来看，那华晨之前也涨很疯了，
对不对？但是你就是要多去看一些线型嘛，对不对？可能才涨到这里而已，那它之后还这么多这边，那这样算不算追高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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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不对？还那么多波，这样都算追高的话，基本上它这个才算刚开始，才第一、第二个，我觉得还算很前面了，还算很前面。当然你说要对应着指数去看，这个我也认同，我也认同。但是以现在台股来说的话，越跑越慢，越跑越慢，电脑快扛不住了吗？说它明天会开在这里嘛？刚刚大概画了一下，再对一次。这里33132交易，明天开算33150好了，33150也是有开出去，也是有开出去这个地方哦。对，这里可能要打个要交叉没交叉又冲上去，但如果你说真的台股要重新打回多头，基本上是要看到这个34558才会最稳，还是34558要是一过，要是有一根一过的话呢，基本上那时候赶快去追股票了。很好奇你的系统看2330，那看一下2330对不对？看一下。2330，我之前就有讲，大概会打到这个什么1740到1760，刚好被我赛到啊，刚好达到1760涨啊，这个是赛道的，好不好？不能说真的算得很准什么的。这个其实就跟那个一样啊，那个什么，那个刚刚讲了，跟那个台子期嘛很像啊，目前就是在等哪边突破，这里突破又跌回来，所以看最后往哪个方向突破，对不对？所以你看台积电，你刚说那100多%很夸张，但是以台积电来说的话，目前乖离是大概27%，啊，台200日是涨了大概84.6%。台积电哦，你要往回找那个底部吗？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，可以看一下上面这一根线是什么意思？这一根线其实就是250日的最高收盘价这一根的意思。那你自己看7707来说的话呢，为什么会说它是刚开始？你看它这个才刚碰到这个250日的新高而已，才刚碰到，然后前面都是在走空头，现在刚碰到250日的新高。才刚碰到，它还没创新高，好不好？对我来说啊，还没算创新高。所以你相较，假如看台积电的话，它算哪里？它算在这里耶，它算在这里，好不好？算在这里，因为之前从这里砍下去，这边都在200日 NA 之下，这边都200日 NA 之下，这边都不用看，都不用做，都做空比较好。从这里来说，对，它那个股票差不多在这里而已，好不好？以7707刚来看的话，差不多在这里，对我来说算刚开始啊，刚开始。那这支可以放长线吗？你是说 CSTM 吗？可以，他们那个 AlphaPix 股票通常哦拿呢都是拿一年，都拿到一年，我这样观察起来，基本上都会拿到一年。主播不考虑每天播吗？你说每天直播吗？每天直播会有人看吗？你平日开就不一定那么多人啊，像我礼拜三开人就没那么多了，没有那么多看，没有那么多人看。我就开3跟日啊，其他时间我可以做影片啊，做影片。那如果之后，我觉得直播效果不错的话，我天天开，可能比做影片还有用的话，我也可以天天开，对，但是也是需要那个先看观众的反应啊，毕竟 YouTube 可能也是一个影片的平台。看你直播很有趣，以后你开我都会陪你一起聊天，你不要这样偷偷告白啦，这个我们下播再说就好了啦。NRVL 看一下 Marvel，等一下这个 Marvel 是我想的那个 Marvel 吗？这档好像有看到有人分析，这个对我来说也是刚开始哦。你看刚创250日新高，创250日新高，然后可以先看一下，它基本上从这里算开始，
算开始，但这里其实对我来说其实不算开始，正常真的从算开始算这里。为什么？因为我说我要看到200日均线要干嘛？要是正斜率，正斜率可以看一下下面这里。对我来说，它从这边之后才算开始，从这里之后才算开始，有没有？这跟200日之前都在下面，从这里才算开始。然后目前，均线看起来全部都打开了，准备这也是可以刚开始进去开始追的时间。这个 Marvel 也是刚开始可以进去追，这里刚双交叉上穿200日 NA， 基本上这也刚开始可以追，而且这个打底算打很久哦，打了那么长一段呢，这可以追，Marvel 不错。MRVL 吗？其他4个都不错，就是估值太贵了，公司多大？93 billion 还算可以，算要大不大，要小不大，小应该也算大了，有那个93 billion 应该算大了，但是以它这个量级来说，它目前算走的不错，1800、1800、2000、2000、2200算有成长，毛利率50几%，营业利率12、13、14、17、18，哎呦，这个有双引擎哦。这个营收的成长加上这个营业利率的成长，这档股票看起来有双引擎，所以你现在这个追，我觉得合理。这张公司现在目前很有机会。你每天看，真的假的这么好？想问这个 TER， 谢谢。David 0169，感觉是新观众。你的是兔子吗？动漫角色 TER。伊雅也没听过，哇 ，TR 有一点强势，哇，这走的好高哦！你看这个乖离已经68%了，然后目前200日 NA 是涨了256.7%，256.78%，这个看起来又是一个打到60日反弹，要加上没有交叉，这里可以再买，我靠，这个是要走多强？怎么那么强的公司 ？TR 看一下。Terra Dian 看一下 rating， 也是估值太高，但是其他的这4项都走的特别好 ，B 加 B 加 A 加，然后市值48.47 billion，只有刚那家公司的一半。这什么公司？半导体也是 IT 半导体的，不错，这只也不错，可以再追吗？以我的心态来说啦，好不好？我认为可以再追，还是很强势。看一下财报好了。财报700、600、600、700、1000，刚创新高，毛利率59、60、57、58、57，营业利率营业利率有点强哦，到30哦，19、14、18、30，这一季开的特别好，应该蛮强 ，EPS 应该也是正的，EPS 也创新高1.64，不只会干股票，还会教人交女友。哪里找这种优质主播？乱讲。不过真猜不透你，一开始看你频道，以为你专注基本面都在看你讲财报，结果你技术面也很专精。不是哦，因为那个技术面的影片还没开始拍而已哦，老实说，其实我技术面的修炼基本上是比基本面还久啊。基本面基本上是这几年才真的认真在修，基本上都在修技术面，就真的从订阅这个 Thinking Alpha 开始，我才去认真去学怎么用基本面那些分析。技术面我基本上大学就一直在用，一直在搞，好不好？那时候打什么币圈都是在看技术比较多。你80左右进的，等下你刚刚说哪一只 ？NRVL 80左右进的，想知道大概什么时候要跑？80左右进的，那你算进在这里啊？你跟我说什么时候要跑啊？我给你个答案好不好？就是完全不要跑啊！拿完今年好不好？不要做这个交易这么短线。你要知道它3个这个抵扣价目前都在低位，你的价格全部都比它高，这个均线才刚要喷出去而已。你说
现在100，我跟你讲，随便谈个500啦，500再跑好了，好不好？真的不要跑，这个拿稳，抱住啊！给你一个方向啦。你说技术面，我觉得技术面真的来做停利其实是很难停利的，好不好？你说什么时候跑的话，我觉得你去看财报吧，看它营收什么时候开不上去，像1800、2000、2000、2200嘛，对不对？假如它下一次2300、2500、2500、2400啊，那个时候营收上不去的时候，你可以考虑要不要先获利一点。但是如果照 AlphaPix 的话，他们假如这个80块买进去，他们在160基本上就会卖一半，但是基本上我是不认同啊，我不认同这个做法，不认同去把强势股卖掉，我是认同一直拿着，还是要加。我觉得现在都还在底部现在你去考虑加码吧，不要考虑获利了结。新观众吗 ？ISSACUESR 呢？主播可以帮我分析中探针跟台新科放进去比较，我觉得很飘，想听看你的分析。中探针，我记得它进处置中探针吗？应该都很强势吧？对啊，这个太强势了，这个乖离率已经到200%了，232%。OK 吗？对，232%这个乖离率，距200A。然后什么中探针跟台新科啊？台新科应该没有中探针那么强，但台新科感觉也快冲出去了一个点哦。台新科这里也是要交叉没有交叉，你都可以找到这样的形态，红达科，我不知道你是怎么找到这些股票。那以这个形态来说呢，我觉得台新科啊又是一个要准备喷出的这个形态，准备要喷出去的形态。这看起来都是那个 VCP 打到后提的样子，都长这样，都是准备要喷了。那你说想看我的分析中探针吗？探针其实做什么我也不知道。中探针在亏钱亏钱会涨那么多，营收10.2、10.29，看起来快开不出去哦。毛利掉到16，营业利率亏钱，我不知道在涨什么意思的，中探针看不懂，感觉是炒作上去了。中探针可能有什么消息面啊，但是消息我就没那么认真跟消息。台新科吗？台新科营收看起来一直创新高，那开到12.5，毛利率26，也算还行，蛮稳的。营业利率19，之前19、21、21、16、19也算还行。台新科看起来比较稳定一点，营收也一直往上慢慢开上去，对 EPS 创新高。那我觉得台新科基本面比较强，这个中探针这种基本上偏交易属性偏居多，这个你真的要投资还是这种拿来做短线做交易啊？因为你根本不知道它在涨什么意思的，能有什么潜在的一些什么内线消息吧，或者在炒作吧，看不懂。但这个中探针你可以观察它突破新高的那一天，对，一突破就可以去追了，或者你现在等它靠近20或60A 都去加一点，也都是不错的策略，因为它这里基本上要交叉没交叉都会分一个大的出去。之前0050就跟大家讲过嘛，要交叉没有交叉会怎么样？0050给大家看，要交叉没有交叉就在这里。为什么一直讲0050？因为这就是我开频道的时候跟大家讲，这里要交叉没有交叉会怎么样？会这样喷出去 ，OK 吗？会喷一个大的出去，大家可以认真去找这个形态。等一下，太多人问了。仲军，等一下回答你。赵贺，明天台股喷2000点，我有来过，哈哈。你有来过？大家名字要改成我比较好认的对不对？像这个仲军名字都取得特别好，虽然他那个 ID 我也看不懂，但他的那个头贴直接放个仲军，对不对？我觉得很好认。
或者你换成什么宏达科这个名字，中碳药喷前面跟台新技术很像哦。我觉得那个宏达科你的那个技术分析也是挺有料的，我不知道你怎么找到这些股票。你是用 XQ 吗？你是用 XQ 在找的吗？中探针看一下，你说这里吗？这边很像吗？还是哪里很像？这里吧，应该中探针真的要找的话，基本上都这个点，这个点刚好交叉又喷出去，又打到250日新高，这个点基本上就是很好追的地方。大家会用 XQ 抓形态吗？因为我没有做台股，现在没有做台股，XQ 基本上是可以写条件去抓这种形态的。回来回答那个重军的问题，2485，2485。赵贺，获利80%，可是我恐高。想问主播，卖股票会有 SOP 吗？老实说，我觉得卖股票完全没有方法。我自己目前呢，好不好？可能我不够厉害，好不好？可能我不够厉害，就是我觉得卖股票真的很难。基本上我没有找到一个可以当做获利了结的一个指标，不管那个市面上什么方法，基本上我都试过了啊，也不是说试过，就是去参考过，然后很多我也试过了啊，什么什么等幅啊，什么什么，我觉得都是在胡搅啊，什么那个什么斐波那契扩展啊，对不对？这个一堆市面上教的啊，我全部试过了，什么什么扩展啊，然后跟你说会涨到哪里，会涨到这里，或涨到这里，什么什么的啊，叫你去画，然后去找什么满足点，这我都觉得没有任何的方法可以完全的找到高点，没有任何的方法，好不好？所以你说真的要停在什么时候？我觉得就是停在真的通常都会一定会抓不到最高了，就是停在这个向下交叉的时候。找个机会有没有可以做案例的？那目前也找不太到。这个华晨可能可以做个案例。但基本上你停在这里，基本上很晚了哦。你看，所以我说我停利，其实我也不知道怎么做，因为你真的等到交叉，在这里交叉啦，对不对？交叉，那你基本上是停在这里哦，价格停在这里。所以你说停的这样也停得很晚，也快不用卖了，对不对？都跌那么多了。所以停利目前啊，我还没有方法。但我的理解目前啊，我的理解就是你找到够好的股票，你这辈子不是这辈子，你根本不用想卖出的问题啊。你找到够好的股票，它就只会涨，你根本不用想卖出的问题。那你说这个兆赫要不要走呢？当然是不要，对不对？这么强势的现形，就是我觉得卖股票有两个方法。第一个就是你找到比它更好的标的，例如你觉得你找到比它那个基本面都跟它一样，但它估值很低啊，你就可以想办法去换股。那第二个呢，不然就是你去做再平衡啊，就是你的根据自己的账户去做再平衡。你觉得这档的持股已经太高了，风险已经太高了，去做再平衡，不然我找不到任何什么技术面可以拿来停利的方法。基本上都会停得太早或停得太晚，就是没有办法停在一个你心安理得的这个点，就你一定会觉得为什么停那么少，或者觉得早知道不要停了，对不对？怎样，都一定会了。你用 XQ 哦，那 XQ 我很久没用了，可是我现在换成 Make，我没有 XQ 可以用。话说主播，你没做台股，少了开杠杆的机会，质押。我是少了开杠杆的机会，但是我已经信贷了信贷拿去丢美股了。但我信贷也没有说全丢了，我大部分都还在债券的部位，我没有做杠杆，那必须改，下次你就会认得我了。另外可以问这个建融跟这个富桥，建融已经筑底一阵子，想加码，感谢主播。建融吗？10点半呢，今天大家狂问猛问有没有人帮我按赞啊？等一下我来看一下有人帮我按赞啊。13个赞而已，大家一直问17个，还行，32个人看17个，点到20个吧。建融吗？建融在100块整数关卡，
大家如果做台股的话，基本上这个整数关卡大多数都要尊重一下啊。整数关卡大多数那个都会是一个支撑压力位，好不好？建融目前在这个20，谈很久了，是吗？建融，你的建融跟我一样吗？这个叫足底吗？这对我来说好像不太像足底，好不好？这个叫足底筋膜炎吗？不是，足底比较像这种，这才叫足底，好不好？这个应该算回调而已，这算回调，已经冲上去然后回调，应该不算足底。你说能不能再进哦？那你就看它最后有没有上穿20A 啊？这个上穿的话可以去加，对，上穿可以的话可以去加。啊，建总那个基本面我就不确定了。富桥吗？等上穿再加啊，现在加它要是跌下去你也很不舒服，对不对？富桥。富桥，等一下差不多要画线，要画线，要不能问了。哎，富桥有点危险，富桥有点跌破这个60A 了，目前跌破60A，看起来然后之后会交叉，富桥再等一下，富桥比较没那么好。富桥目前已经跌破60A 了，然后20A 目前在高位，所以这根均线也会下来，可能之后交叉距离蛮高的，富桥比较没那么好。你会用10日线停利，10日线根本停不了，好不好？日线，日线吗？日线要怎么停？我最少都看20啊，好不好？反正停利，然后随便看，好看这个华晨好了。那我去开这个10日线，十日线选个厉害的颜色，选个橘色好了，粗一点。看一下这10日线要怎么停？这个10日线，哎，这里要是一停就停出去了，对不对？那你这边再涨上去，要再买回来吗？对不对？这要涨上去要买回来，还是不要买回来？哎，但如果以说短线的话，看起来停的算不错。10日线来说的话，停的可以算停在一个不错的高点，但是之后又涨上来，不知道哎，我觉得这样看起来好像还可以。日线短期的那个啦，交易如果说以交易进去的话，看10日线停利，看起来目前看起来好像以这个华晨来说停的算不错，再4个2档，台新科10日线还行哦，停在这里，然后拿一波上来停在这里，哟，10日线看起来算不错，然后之后可以试一下这个10日线的停利，只是都是很做短线啊。那假如拿这个 TER 好了，对不对？假如 TER 好了，你这里一停出去，那这个之后又回来了，这里又停出去，对不对？那又回来了，你这里又停出去，但是以这样看起来好像停的还算也算不错呢。反正再买回来就好了，这里再买回来，这里再买回来。就你要停的话，你之后如果它是多头趋势，你要买回来的话，你看，假如我在这里停好了，我在这里停哦，那这里重新涨破20，我这里又买回来，那我基本上等于白停啊，那我不如把这边扛住就好，对不对？再看这里，这里你停利了，对不对？然后往下，重新这里又买回来，你还买的比停利还高所以我就觉得好像也停不好，就是最好就是拿着一只股票好的话就一直拿着，不要乱停利。主播晚安，最后问这个知普知普跟启基最后2档，知普跟启基最后2档，知普没听过你的股票我都没听过。看起来是什么？刚上市吗？是上市柜还是新柜什么的？知普这里这个地方要是涨过，基本上就是一个不错的点。这里那时候有抓到这一根的人，应该赚蛮多钱。现在已经喷出去了，目前看起来，如果再创高可以再买。创高的话，
就看它有没有在创高啊。创高的话，这边可以再冲，因为这应该算刚开始而已，算刚开始而已。对吧？182吗？182，这个收盘多少？差不多收181，181，打破181，收破181的时候可以进去追。芝普起基吗？起基，来最后一只了，最后一只了，今天已经加班台了。我这个基，起基，不是这个起吧？我记得是启动的启。哎，这个6285，6285。6285，哎，这里刚开始哦，这里刚从那个从这边开始，这里刚上穿，差不多在这里，从这边开始，来一条，可以开始看就好了。目前的话，哎呦，感觉这个也是要再喷的节奏，这个也是要再喷的节奏。看起来这个 VCP 已经走到后面了，这里可能可以抓这个点进哦，可以抓这个点进，这多少？这收盘价这一根，这个附近啊，190吧，189、190这里涨破的话，可以追追看，可以追追看。因为目前这个20NA 已经抵扣价已经下来了，所以这一根准备往上翘了。60NA 还在上面，所以这里往上翘，所以基本上涨破这里就赶快追了，赶快这里。刚刚说190嘛，190，不错。哎，赞按起来，按起来，没错，大家赶快按赞一下。今天加班台，主播辛苦了，OK OK，感谢感谢。好了，今天讲了差不多了，讲了很多股票，哇，讲了一大片，你看从这里上讲一大片。好了，那差不多了，10:38，明天还要上班呢，明天要上班呢。之后下一次那个5289辛苦了，推你一只好股票，好5289，这样。剑蓉不晓可以研究这个玻纤布用在哪里？剑蓉未来比较有发展，个人浅见都是供不应求。OK OK，哎呦，这个玻纤布吗？好，玻纤布还有5289。好了，明天还要上班啊，明天要上班啊。最后再看一下我的账户啊，Steven Crisis 目前已经跌了这个0.61% 了啊，我的是这个 NUS Sentence 涨了3%，然后看一下最后哦，台指期明天大概涨2%左右。好了好了好了，那下一次开直播呢，就是礼拜三啊，礼拜三晚上8:45，到时啊，到时想要问股票，早一点来，对不对？我就不用开这么晚了。好了好了好了，那今天差不多开到这里，感谢各位今天的参与，大家晚安，大家晚安，拜拜拜。拜拜拜。